几代人如此残害女子，如果不能公之于众，简直天理难容。更可怕的是，除了那些女子外，还有很多婴儿骨骸，而且一看就是女婴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他们不能产下男丁子嗣，所以才惨遭厄运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自幼就喜欢那些东西了。原来你是想见你娘，注定见不到我娘最后一面。如果典籍被做成干尸都放在这里，唯独没见到你娘一帖，那就是说，是我娘，这是我娘。你为什么会有我娘的画像？你见过她，你还说你不会通灵？哦，难怪屠府会出现那么多死猫，是猫挖洞挖到了地下，为了防止地下被暴露，屠老爷就命人放了药，所以那时候你娘的遗体暴露，就被他们发现了，然后又拿去庙中桑兰尸变。刘公子，谢谢你，让我再见到我娘。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可能我们永远都找不到这儿。所以在上面找不到线索也不奇怪。给我狠狠的烧，全部烧死！把火加大，给我呛死他们！孙儿，你先回去休息，奶奶要在这里继续清理邪祟。身为女子，她为屠府献身，那是理所当然。你是屠府的独苗，不要糊涂。但你要记住，奶奶只原谅你这一次。等到找到那丫头尸首，我要曝尸3日，向世人昭告她的罪孽，屠家方能彻底清净。你们说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反对。那，你现在把人送回来，想求我给你一条活路，是不是太晚了？是我给你们屠家一个机会，一个在这深宅大院中让你们所有人不当自私自利的冷血动物的机会。我要你有什么用？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老爷不要啊！老爷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老爷，桑兰这2天刚刚小产，经不起这么折腾啊！反正生的也是没用的丫头，刚刚让我丢到山里了。这酒，我仍让你尝尝，你给我喝！快来人！老爹，废物！要不是你个病秧子，我要千方百计生儿子吗？爹，你别再这般残暴，休怪儿子不认你。畜生，你还敢忤逆我！我今天我杀了你！不要啊！老爷，你放过我儿子！不许！老爷，你滚开！老爷！
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管家，管家！这是前些天他吩咐毒杀府里猫时在地里发现的，或许可以用上。好。一派胡言！你们告诉他，都是他自己编造的，一切都是涂云梦所为。看见了吧？这里没有人能相信你所说的一切。我被你逼着躲进地窖，却刚好发现屠府残害典妻的秘密，而且我也找到了关键证据。只可惜，桑兰已死。二位夫人、少爷，桑兰因家贫，被迫成为典妻。本以为生下孩子便可回家，可谁知屠家因征战多年，男丁稀缺，屠老爷又身患隐疾，平时对我非打即骂。但幸得几位怜悯，让桑兰倍感温暖。然如今屠小姐无辜牵连，桑兰实在不忍，唯有一死，担下一切罪孽，来世做牛做马，一定报答。桑兰绝笔。死得好，只当是为我儿偿命了。再杀了这丫头，这一切彻底了结了。孙儿，奶奶现在就教你该如何掌管屠家。记住，任何关系，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家族利益和名誉之上，切记。奶奶，一切就如柳公子所说，与云梦无关。你糊涂了吗？胡说什么？还不退下！孙儿稀里糊涂20余年，此刻最为清醒。父亲就是为我所杀。不要我爹！病秧子，管起你爹玩女人来了！你要是再多事，我先杀了你娘！不要！滚！不，老爷是被我砸死的，我愿以死抵罪。儿啊，你不要再说，让娘承担这一切吧。怎么？他早就该遭此报应。那生儿子能回家吗？滚开！你不是喜欢念经吗？啊，正好，你就在旁边给我念经助兴。你还敢？你还敢？请你来就是生儿子的。你给我老实点！不要！看你往哪儿跑！还有我为掩盖真相，捏造桑兰尸变，应以同谋论处。云梦是无辜的。你们都疯了！定是这丫头蛊惑了你们的心智。管家，赶快动手！你为何要如此？之前的一切岂不白费了吗？你很清楚，这2日我是如何提心吊胆，现在反而浑身轻松，只可惜连累了你。为了你，我愿意付出一切，绝不后悔。既然要死，我陪你便是。这些年，我亲眼看到老爷是如何施暴，我早就恨他，
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没用的东西，儿子都生不出来，你有何颜面啊？打死你！明明原本只需死那丫头一人，现在却因为你所谓的探究真相，要搭上这么多人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真相无论出于任何理由都不容篡改，这才是基本良心。更何况，他们既是共犯，也是受害者。哼，你以为只有你洞察真相，所有人都不如你？或许起初老太太你也相信尸变一说，但你是个明眼人。随着后来的观察，你发现了有什么蹊跷？尤其是我复原了那具干尸的容貌之后，你甚至猜出了整个事情的大概。作为最了解涂家秘密的人，你为了掩盖涂家几代人残害典妻的行径，你选择将错就错，牺牲涂月梦一人。奶奶，柳川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地窖里的事儿你全都一清二楚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真的很聪明，但是你更应该清楚，为了涂家的名誉，我会不顾一切。你将一切都讲明了，那就等于要送死，你不怕吗？死我当然怕，但我更怕稀里糊涂的活着。好，那我就先送你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都去死吧！且慢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那得要感谢你屠府那些猫挖出来的洞。你既然逃了，为何还要回来？是想跟他们一块儿死吗？身为捕快，就该恪守职责，绝不因为你屠府就贪生怕死。哼，区区应天府呀，也敢跟我屠府作对，不自量力！再加上本官呢？大侄子，没来晚吗，师叔？再来晚一点，我就被他给杀了。哼，老太太，你以为我就让邱普德回县衙搬救兵吗？对付你，得用大招。哼，你以为找来顾正言就能震慑老身？做梦！问问我这龙头拐杖，给不给面子吧？别怂啊，刚啊！师叔，我儿被害，我为我儿报仇，侍郎大人不会想阻拦吧？师叔，如果证据确凿，他确实有权处置。报仇？那只要证明你儿子的死另有原因，那就不需要报仇了吧？你刚才不是明明说我儿被他们联合杀害的吗？他们自己也承认了，难道你想反悔吗？表面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，尸体说了才算。巧言令色，真相已经大白，说什么都没用。借钱。在地窖，除了桑兰和凶器外，我还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场丢失物，就是因为这个东西，让我确定了没有凶手一说。难不成是父亲？还我儿！这不是我儿，柳川，我儿头颅何在？刚好剑琴给我准备了猪头肉，由于画面血腥，我就用它来说明一下。各位观众，接下来就由我来揭示真相。根据大夫人供述，她曾经用花瓶敲击死者后脑，
但死者的后脑并没有发现任何伤痕，就连皮下血肿都没有。眼球突出眼眶外，但不是由外力导致。一般如果后脑遭受到强大冲击力，冲击波会导致颅内脑组织强行把眼球从眼眶往外挤出，从而形成眼球突出眼眶的情况。但是这种情况应该2只眼球都突出，而不是1只眼球突出，另外1只没有变化。此外，人的眼眶由7块骨头组成，由于头部遭受的强大冲击力撞击，眼窝底部的骨头会被撞碎，从而撞击眼珠，爆出眼眶。所以，死者很有可能是大脑内出现某种占位性病变，如脑水肿、脑脓肿、脑肿块等。这些都会在脑内产生一种东西，导致颅内受压增高，脑组织受到压力，会把压力从眼眶的缝隙中传导出来，压眼眶的眼球，从而爆出眼眶。涂老爷之前有没有头痛、发烧或者呕吐之类的症状？的确有。那现在就可以确定，涂老爷很有可能就是死于自身疾病产生的脑脓肿，根本就没有凶手一说。把粥收好，我等他下酒啊。是，少爷。胡说八道！我儿怎可用猪头来比？你分明是信口雌黄。那就解剖啊！只有解剖了，一切真相才会摆在眼前。我儿被害死，还想糟蹋他的遗体，妄想！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只有解剖了才能知道你儿子的死因，没有解剖就没有真相，没有凶手你非要抓凶手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不管，我儿死得这么惨，必须有人偿命。再不让开，我就先杀了你！老太君，师叔，六公子说的有理有据，纵使你有开府治罪之权，但也不能制造错案啊！遇刺龙头在此，谁敢动我儿，我要谁的命！大侄子，你有没有什么尚方宝剑，跟他 PK 一下？小侄当然有办法了，不会让师叔失望的。柳川接旨，奉圣谕，应天府5座柳川，智勇超群，朕感念其肃清秦公公一党之功，特赐卓然王爷所留之物。师叔，这都是卓然王爷解剖的器物。这只有现代才有的东西啊！卓然王爷果然特授柳川柳叶刀，凭此刃可剖尽天下死尸，解天下未解之案，百无禁忌，钦此。收刀！看来皇上还挺有眼光的。老太太，你那拐棍是吓唬活人的，我这把刀是招呼死人的。那这么看来，你的儿子该归我管。顾正言，你竟敢伪造圣旨！晚辈岂敢伪造圣旨？老太君不信，可以查验。是真的。即便如此，身为娘亲，也不容人糟蹋我儿遗体。我以父亲独子身份，同意柳公子验尸，还原真相。你敢！奶奶，你可别忘了涂家的规矩。我是涂家唯一的男丁，是真正的一家之主。你是个女人，自然轮不到你说话。你，这就叫被自己多年前射出的子弹正中眉心。老太太，你肯定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这重男轻女的规矩反噬吧？晚年丧子，我深表同情跟遗憾。但是我坚持解剖探究真相，也是真正对你最大的交代和敬意。但我敬的不是这位被世俗牢牢束缚、是非不变的涂老太君，而是当年那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。当年的我。
论你是谁，今天就会还你个真相。确实没有凶手，涂老爷是刚好病发身亡，这也算是他作恶多端的报应。现真相既已查明，可结案了。来人！走，二娘，二娘，走，哥哥，先出去，给老太君点时间吧。等等，二娘，你们虽然不是凶手，但伪造现场、毁坏尸体，仍然有罪。放心吧，我大侄子会从宽处理的。云梦，柳公子说的对，毕竟因为我们的一念之差，差点害死了你，也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了。这也算是天道了吧？云梦，二娘，是二娘对不住你。二娘，孩子，照顾好自己。刘公子，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此外，我也替被涂家几代人残害的典妻，感谢你为他们昭雪沉冤。先把人带走。走，二娘，是你们把我困在这里几十年，让我没有了名字，没有了热血，没有了过去，没有了希望。更没有了我自己，连我都和世人一样，都忘了我不光只是涂家的媳妇，丈夫的妻子，孩子的母亲，儿媳妇的婆婆，我还曾是冲锋陷阵、浴血沙场的将军。他们还让我变得和他们一样，遭人惧怕，遭人憎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带走吧。
为了所谓传宗接代，不惜将女性当作生育工具，随意支配，甚至践踏生命。可无论是男女还是身份贵贱，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。真的能实现男女平等吗？当然了，在我生活那个时代就是这样。那我就改变这个时代。一定要好好活着，做个自由、快乐、随性的女子。替我谢谢柳公子，还有大家。希望他能好好活着。我变卖家产，就是为了帮天下穷苦的女子建立善堂，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。另外，柳公子，我还想感谢你，这份薄礼你一定要收下。不过我还是相信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破除封建迷信，任重而道远，我也是尽了自己的职责。再说了，这件事都是我领导的功劳，应该感谢他。秋月，我自然是会感谢的，但是此物只能赠您。哦，哎，云梦，你上次跟我说我不是柳传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是我想错了吧，也许是我的直觉。哇，这不是云梦娘亲的遗物吗？啊？她说过，将来只送给心仪之人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送我这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应该很贵重吧？你好好收着便是，千万别弄丢了。快松开少爷！柳公子，恭喜你又破一桩大案，我特地来犒劳，顺便想把你研发的炸薯条带入我们宝月楼，一同售卖。走，咱们边喝边聊。领导，我明天要请假。你敢！老爷是求来生子秘方之后才开始犯的头疼，但是给他秘方的那个人长相实在太神秘了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你们两个的死必然有关。应天府的柳川确定已经死了，如今这个一模一样的，绝对是冒名顶替。有意思。得看看他有何能耐，是否为我一直想寻之人。请药神抓捕温童子。相传多年前，温童子附身在孩童身上，传播疫病，百姓不得不请药神镇压。
来以为这里足够热闹，就想来卖我的新产品。他倒好，这不是把客人全吓跑了？哎，这下线掉了，怎么回事？快住手！这药神庙动不得的。有那药神镇压温童子，我以会再次降临的呀！嚷嚷什么？嚷嚷什么？哪来的老东西？管起爷爷们来了！冲撞了药神爷会遭报应的呀！要拜，拜你的药神！我送你回老家去拜。给我上！来了！给我打！干什么你们？吵什么？老大人，当初有药神爷的保佑，才赶走了瘟疫。若他不在了，附近的老百姓靠谁来护佑啊？瘟疫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也该拜圣人保佑大家发财了。你一个小捕快，还敢管家国公府的事儿，胆子倒是不小啊！家国公府，既然知道家国公府，那还不滚开！我虽是后来应天府当差，但我也知道，这药神庙是当地百姓花钱筹建的，不属于任何人。家国公府想要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参见郡主。见到本郡主还不下跪？郡主殿下，药神庙是属于这里百姓，即便是家国公府，也不能无视律法强行霸占。大胆！这块地已经是我们商会，你污蔑皇亲，该当何罪？是吗？那可有文书凭证让我过目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霸占。我身为捕头，有权制止。你舅舅身体不适，先送他回去歇息。本郡主很是欣赏你一个小捕快的胆量，今日就不跟你计较。我马上会吩咐衙门出具这个地方的文书凭证，到时候我要你亲自送到国公府。他做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吃，把它一并给我带回去吧。是。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本郡主想要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谁要是敢阻止，小心人头不保。你有病吧？哎，我跟他走。上回跟柴姑娘的合作就被你搅黄了，这次可是个大金主，要是能拿他的头子，哎，我这不原地起飞了吗？这下没话说了吧？走。柳公子，柳公子被他们带走了，是他自己要去的，我才懒得管他。今后呢，你就留下来，就给我做你卖的这个糖吧。少废话，快带我去见你舅舅。混账东西，你居然敢拒绝本郡主！信不信我让你脑袋搬家？哎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答不答应？我告诉你啊，别耽误办正事儿，我可是官差。官差，好吓人啊！非得逼着本郡主动手才老实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打女人的。来，打我呀！我揍你！你敢反抗？我跟你说，你快住手，要不然我让你脑袋搬家！这是你逼我的。你会点穴？点什么穴？这是阻断血液流通，让你神经暂时麻痹。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快带我去见你舅舅。你
你敢对我不敬，我要灭你九族！死丫头嘴硬，是得好好治治你了。快住手！带你去便是了。这次又可以大捞一笔了。谁？是谁？是谁？你就有人呢？你耍我？耍你又怎样？还没有人能威胁得了本郡主呢。我没工夫跟你扯淡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舅舅现在可能很危险。少在那边吓唬人了。本郡主呢，向来睚眦必报，这就让你知道得罪本郡主是什么下场。死丫头，没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在跟你开玩笑，看我怎么好好罚你。静宁公主，我让你打我，让你欺负我。郡主，眼下不好了，商会那边出事了，您救救他。郡主舅舅来商会议事，突然暴起，持刀砍人。打惊的经过此处，便赶紧报案。来，这是怎么了？舅舅，我跟你说了会出事，要是你早点发现，就不会有这些事了。你凶什么？我又不知道。从未见他如此动怒。赔偿给他们便是了。人命你赔得起吗？要是我砍了你再赔你，你愿意吗？我。还记得涂老爷吗？他病发的时候，几乎丧失理智，不惜对家人痛下杀手。你说过，是因为他脑部的东西影响了他的心智。莫非？白天我通过他身上的迹象就有所怀疑，本来想接近仔细观察。原来你是为了这个。啊？昨晚是你报的案，现场什么情况？昨夜我途经商会时，就听到里面乱作一团，而且我途经药师庙时，还看到了文童子，太可怕了。
呀，为什么总是让我们遇上这样的倒霉事儿啊？都10年了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温童子又出来作祟了。哎呀，温童子不过是传说，我们需要从君主舅舅身上找线索。啊？可是这人都让我放回去了。什么？不怪我，是国公夫人亲自来要人，我敢不从吗？哎呦，哎呦！他是我弟弟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得保住他。是。记住，今天这事无论如何切莫传谣。好。站住！柳川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之前的事情我承认是我做的有点不妥当，但你也没必要追着不放吧？我没空搭理你，你救救人呢？此事我母亲已经圆满解决了，你还找她做什么？圆满解决？死了那么多人，你说解决就解决啊？死伤家属已经答应我母亲不再追究了，此事不就已经了结了吗？啊，你们这些王公贵族啊，真是不拿人命当回事啊！郡主殿下，您所谓的了结，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迫于国公府的势力，不得不妥协。可那是一桩桩人命，如果不查清楚事情的原委，还会有人因此丧命。我直说了吧，你舅舅现在的情况，要么他死，要么就再搭上几条人命，很有可能就是国公府的人。你别吓我！之前在商会，您也是亲眼所见，难道您想惨剧重演？这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就得这么吓唬人。我没有危言耸听，我又不是你说话不着边际。母亲，乞丐！不要有肢体接触！弟弟，夫人切莫靠近，小心沾染邪毒。看来要想查明死因，必须得先行解剖。放肆！谁准许你们动我弟弟的尸体了？念在今日你们救了我，请回吧。说什么？别碰坏了！小气鬼，碰坏了本郡主赔你便是了。这东西你赔不起。哼，还有本郡主赔不起的东西？吹牛吧你！本郡主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，包括人也一样。大胆！放肆！你居然敢推本郡主，小心你脑袋不保！你们母女俩真是一模一样。好，我不装了，摊牌了。御赐柳叶刀在此，如临圣驾。国公夫人，郡主听令。娘，你这是……住口！这确实是圣上御赐之物。娘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他……哎呀！皇上他老人家赐我柳叶刀，凭此刃，可抛尽天下死尸，解世间未解之案，百无禁忌，钦此。国公夫人，事到如今，
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弟弟死得不明不白的吧？不如让柳川试试，或许能查到死因，找到真凶。也只好如此了。死者应该在生前吸入大量粉末状颗粒，类似于蕨类植物的孢子。叶子。锤子，看来孢子进入体内后，就会长出这种东西，繁殖蔓延，并释放毒素。这东西很有可能就是造成病变，让死者陷入癫狂的罪魁祸首，而且也无法排除真菌二次感染的风险。商会的人想拆掉神庙，郡主舅舅又正好是商会会长，看来是有人想从他身上入手，来震慑其他那些想要拆掉神庙的人。必然效果绝佳，但这招也太狠毒了吧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这闺蜜也太吓人了吧！她把家产都变卖了才来找你安身的，我还不放心你。你之前不是也挺喜欢她的？我以为堂堂涂家大小姐能有很多人脉资源帮我招商引资，谁知道她那么自闭，还吓跑那么多人。怎么说话呢？少爷，您这2晚不在，那涂小姐总给我讲鬼故事，吓得我都不敢睡觉了。听说最近温童子在临，进展如何？你对这事情也感兴趣？这便是温童子。自从上次在药神庙，我就一直在找他的下落，更有记事者亲眼所见。是啊，少爷，涂小姐为这花了不少钱呢，我看了都心疼。人们过去也说少爷您败家，我看这涂小姐啊也不遑多让，劝也劝不住，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？能不能把你掌握所有温童子的信息全都告诉我？这讲一夜恐怕不够。没关系，今夜奉陪到底。那自然是好。没事没事。我回县衙核实一些线索。云梦，你多加小心。其实看书也不用盖被子吧？时辰竟然过得如此之快，这应该就是爱因斯坦说的相对论吧？跟美女对坐，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；但如果是坐在热火炉上，
就会觉得度日如年。那这位艾先生说的还颇有道理。10年前，曲三之子被选作温童子。果然，死者就是和修庙有关。你看，和上次的线索一样，看来不是巧合。母亲，圣地里有人，快让他出来！快让他出来！昨晚彻夜长谈还是很有收获的嘛，不过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良辰美景又有佳人，又是在研究温童子。唉，我都替你可惜。怎么了？闻到什么了？谁家的醋弹炸了？少耍贫嘴！看来昨晚还有人彻夜未眠啊，只是不知道是守夜还是监视。剑贤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宁可跟着少爷出来查案，也不想守着涂小姐听她吓唬我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想来询问关于曲大有杀母之事。老先生，你还记得些什么？是，我儿子是温童子，好好的一家人，只有我苟活至今。你们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都回去吧，帮不了我。哎，等一下，您见过这上面的骷髅草吗？出去，都出去！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这人怎么如此野蛮？万一伤到我家少爷，如何是好？老先生，启禀大人，国公夫人她昨晚出事了。母亲到底怎么样了？郡主殿下，国公夫人患的乃是邪症，这都是前所未见。恕本人
孤陋寡闻呐。在下也是毫无头绪，就算华佗在世，恐怕也……一群废物，养你们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动了为狗！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啊！殿下，息怒殿下。柳川，你怎么来了？病毒竟然进化到这个地步！柳川，你要对我母亲做什么？当然是紧急抢救了。你能救我母亲？你不是仵作吗？哼，仵作，仵作不就是个验尸的？我还从来没听说过那验尸的还能治病。这不是柳公子吗？柳公子常年流连花楼赌坊，何时学的岐黄之术？一身酒肉味，可别熏着国公夫人。哦，原来你就是传言中的柳公子柳大少。久仰久仰。依我看，你柳大少的望闻问切，那是相当的了得。你望的是金钱，嗅的是酒气，问的是赌债，切的是你的生命。你跟死人打交道的人，要是治坏了国公夫人，如何担待得起啊？你们是大夫吗？要是治不好人，滚一边去！你敢骂人？粗鄙！郡主殿下，若真让他治疗国公夫人，如有闪失，恐怕我们将有心无力呀！岂有此理！今天摸死人的手，敢救国公夫人，你不怕国公夫人救死吗？你是何居心？那你们说怎么办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柳川，你当真能救我母亲吗？现在没法保证完全治愈，只能暂时缓解症状。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。你也见过你舅舅最后是什么结果？这……柳川，若是你能治好我母亲，你要什么我都会答应。但你要是治不好，我要你脑袋！还好赶到了。我说什么灵丹妙药，不过是麻醉散。